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手田女士所著的《让身心焕然一新的绝佳坐姿法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60岁以后突然卧床不起的人，其实都是因为骨盆底肌群衰弱了。第二，只要做到这种坐姿，尿频、漏尿问题都会改善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谈谈60岁以后突然卧床不起的人，其实都是因为骨盆底肌群衰弱了。我会介绍骨盆底肌群衰弱后产生的4个主要影响。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，是那些没有锻炼骨盆底肌群而放任不管的人，最终会因为尿失禁而导致日常生活困难，这是非常悲惨的结局。近年来，健身训练非常流行，许多研究也证明锻炼对健康有益。但对于以前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，突然开始锻炼会感到无所适从，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。人体有很多肌肉，要全部锻炼的话非常耗时且困难，因此建议集中锻炼对健康最有直接影响的肌肉，实现高效锻炼。举个极端的例子，无论怎么锻炼右脚底的肌肉，也不会马上变得很健康，但如果锻炼某些关键肌肉，却能迅速改善全身健康。这关键肌肉就是骨盆底肌群。骨盆底肌群，简单来说，就是骨盆底部的一组小肌肉，整体呈吊床状，支撑着骨盆内的器官。骨盆内器官包括膀胱和直肠，女性还特别重要的是子宫和卵巢等生殖器官，因此骨盆底肌群对女性尤为重要。当然，对于男性来说也很关键。骨盆底肌肉控制尿道和肛门的开合，调节排尿和排便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男女都容易遇到尿路问题。50岁以后，尿失禁问题变得普遍，这几乎是所有人都面临的烦恼。这些问题的根源，正是骨盆底肌群的衰退。此外，骨盆底肌群不仅防止尿失禁，还保持骨盆器官的正确位置。它还与背部和腹部肌肉协调，稳定核心，改善姿势。更重要的是，骨盆底肌群还与生殖功能相关。女性的子宫等生殖器官聚集于骨盆内，男性则有重要的前列腺。虽然50岁以上的人可能觉得生殖器问题无关紧要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女性即使进入绝经期，子宫体癌的风险会大幅增加，这与骨盆底肌群松弛有关。男性方面，前列腺癌也是常见问题，锻炼骨盆底肌群对预防同样重要。第二个要介绍的是，不锻炼骨盆底肌群的人，可能会因为骨盆脱垂而需要大型手术，特别是女性。如果骨盆底肌群松弛，会发生非常麻烦的骨盆器官脱垂症状。前面提到，骨盆底肌群支撑着子宫和其他骨盆内器官，但如果骨盆底肌群衰弱，这些器官就无法被有效支撑，甚至可能从体内脱出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哪怕是简单的呼吸练习或坐姿调整，也要积极锻炼骨盆底肌群，守护好自己的健康。接下来介绍第3个，那就是身体核心部位的脂肪下垂，导致小腹突出。事实上，通过接下来介绍的骨盆底肌群锻炼方法，大家的外观会变得更加美丽。锻炼骨盆底肌群不仅能改善健康，还有美容效果。其中一个原因是体型的变化。正如前面所说，骨盆底肌群与腹肌和背肌协同，支撑着姿势。因此，当骨盆底肌群衰弱时，姿势会变形，身体线条走样，导致肥胖型体态，下腹部突出。反之，锻炼骨盆底肌群后，腹肌和背肌会将下半身的脂肪往上提了，形成紧致的体型。据书中作者介绍，通过实践接下来要介绍的骨盆底肌群体操，有人仅用2个月就使腰围缩小了18厘米。对于有减肥经验的人来说，光靠节食减掉18厘米腰围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那么，为什么骨盆底肌群体操能在2个月内缩小18厘米腰围呢？实际上，骨盆底肌群体操并不是让腹部凹下去，
要想减少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，燃烧大量脂肪，这需要强度很大的有氧运动，甚至可能需要饮食控制，而这对50岁以上的人不太适合。高强度有氧运动可能会对膝盖造成伤害。50岁以上人群的食欲也逐渐减退，因此不建议他们节食，反而应积极进食。而接下来要介绍的骨盆底肌群体操，是通过把身体已有的脂肪往上提了来让腰围变小，因此不需要勉强减肥，也能塑造体型，几乎是神奇的方法。我们平时吸气时会让腹部凹下去，锻炼骨盆底肌群后，可以自然达到这种状态。吸气凹腹时，背部自然挺直，没有挺直背部，保持驼背，是无法深吸气的。通过骨盆底肌群保持背部挺直，呼吸会变深，腹部也会持续处于凹下状态。呼吸变深使骨盆底肌群更容易活动，身体变好，腹部自然凹下。接下来介绍第4个，性激素大量减少，身体机能加速衰退。最后补充一点，锻炼骨盆底肌群能显著降低生殖功能下降的风险。观看此视频的各位中，可能有人认为自己已经绝经，或者自己是男性，与此无关。但实际上，这对所有年龄和性别的人都非常重要，因为只要50岁以后还能正常分泌性激素，就能保持年轻活力。整形后的女性因骨盆底肌群衰退导致生殖功能下降的情况很常见。骨盆底肌群衰退会使子宫和卵巢等器官受重力下一挤压，女性功能下降也就理所当然。另一方面，50岁以上依然充满活力的男女，体内的男性激素和女性激素都很充足。研究发现，精神状态积极、活力充沛的人，血液中睾酮和雌激素的水平较高。女性绝经后，雌激素水平骤降，但只要持续刺激子宫和卵巢，雌激素依然可以分泌。除了雌激素，另一种女性激素孕酮也是通过对子宫的刺激分泌。也就是说，持续锻炼骨盆底肌群使肌肉经常收缩，刺激子宫，促进雌激素和孕酮大量分泌。男性同样如此，锻炼骨盆底肌群能刺激前列腺，提高睾酮分泌。由此可见，50岁以后，无论男女，想要保持充足的性激素分泌，锻炼骨盆底肌群至关重要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只要做到这种坐姿，尿频、漏尿问题都会改善。其实，骨盆底肌群不需要做复杂的肌力训练，只靠呼吸就能锻炼。我们的肌肉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很容易形成对抗肌肉群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做某个动作时，不仅主要负责动作的那组肌肉会工作，与之相对的另一组肌肉也会协助这个动作。比如弯曲手臂时，主要出力的是手臂内侧的肱二头肌，但同时手臂背侧的肱三头肌也会适度收缩。因此，如果你做锻炼肱二头肌的哑铃运动，实际上肱三头肌也会被顺带锻炼到。而将这个原理应用到骨盆底肌群的训练上，就是通过呼吸锻炼。呼吸时，最主要使用的肌肉是横膈膜，虽然名字里带膜，但它其实是一个正经的肌肉。而支撑横膈膜活动的，正是位于相对位置的骨盆底肌群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次呼吸，不只是横膈膜在动，骨盆底肌群也在配合工作。因此，接下来要介绍的呼吸法，就能有效锻炼骨盆底肌群。此外，呼吸相关的肌肉除了横膈膜，还有腹横肌、脊柱深处的多裂肌等，这些统称为核心肌群，就像一条护腰带，环绕在腰部周围，彼此协调，稳定核心，维持良好姿势。所以说，呼吸其实是能够轻松锻炼核心肌群、效果极佳的训练方法。接下来我要介绍通过呼吸锻炼骨盆底肌群的3个方法。第一个，能让你一直用自己的双腿走路到老的最强美姿训练，躺着就能做的呼吸训练。这个锻炼方法非常简单，甚至可以躺在床上完成。首先要注意的是利用腹部和背部，
进行充分的腹式呼吸。可能有些人觉得腹式呼吸很难，但可以把自己腹部周围想象成一个圆筒，呼气时，这个圆筒会从四面八方向中心收缩，吸气时，再恢复原来的粗细。当然，刚开始时在坐姿或站姿下做腹式呼吸并不容易，因此，最简单的方法是躺着训练。具体方法：仰躺，屈膝，双手放在腹部，先轻轻呼气，然后用鼻子吸气，慢慢把整个腹部鼓起来，最好用5秒左右吸满。感觉腹部完全鼓起后，开始用嘴慢慢吐气，同时让腹部平坦下去。这个吐气时间要长，大约8秒左右。这一套动作反复3次即可，非常简单，对吧？仅凭这个动作，就能逐渐掌握腹式呼吸，锻炼核心肌群。而躺着进行的呼吸练习不仅容易掌握腹式呼吸，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能自然改善姿势。因为站着或坐着时，很多初学者在呼气收腹时容易驼背，导致不良姿势，反而强化了不好的姿势习惯。而仰卧时，受重力作用，身体自然保持平直，不容易驼背。因此，躺着呼吸训练，既能轻松做腹式呼吸，又能自然矫正姿势，还能正确锻炼核心肌群，优点非常多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要缓慢、充分的呼吸。因为骨盆底肌群等核心肌群都属于深层肌肉、内在肌肉，这些肌肉需要通过缓慢、稳定的动作来锻炼。与上臂或大腿等表层肌肉不同，内在肌肉需要避免用力过猛、反复冲击，而是靠缓慢、深度的动作来激活。所以在做呼吸训练时，就像冥想一样，尽量慢慢的呼气。最后还要特别注意，除了腹部以外，其他部位要放松。有人呼气收腹时，肩膀和手臂容易不自觉用力，导致肩膀僵硬，这样不仅容易肩颈酸痛，姿势也会变差，而且还会分散原本应该集中在核心肌群的力量。所以练习过程中要时常观察自己的身体。初学者容易只顾着收腹，没注意肩膀抬高，拳头握紧了，因此要不时观察腹部以外的位置，发现用力了，就慢慢缓缓地放松，像吐气那样，顺着呼气，悄悄地把肩膀和手放松下来。这项训练可以躺着进行，特别推荐在早上起床后或睡前当做习惯性动作来做。另外，腹式呼吸能刺激副交感神经，有助于放松身心，因此睡前做能提升睡眠质量。那么接下来我要介绍第2个能让你一直用自己的双腿走路到老的最强美姿训练，就是坐着做的美姿训练。当你适应了躺着的呼吸训练，也掌握了腹式呼吸后，接下来就来正式练习这种坐姿。坐姿训练当然就是坐在椅子上来做，但这里最重要的是，在坐下之前，就要有让骨盆立正坐下的意识。可能有些人听到让骨盆立正不太明白，其实做法很简单，分4个步骤。站在椅子前，双脚与肩同宽打开，双手放在胸口上方，然后慢慢向左右张开。一开始可以一边说打开胸口一边做，帮助自己集中注意力。把双手放在髋关节处，手保持放在髋部，髋关节往内折，慢慢坐下。坐好之后，把稍微前倾的上半身慢慢挺直，这样骨盆就处在立正状态了。所以初学时，最好每个动作都配合念出来，手放骨盆，身体挺直等，这样能更好地专注在动作上，确保姿势正确。当你完成了让骨盆立正坐下这个动作，就可以开始呼吸练习了。方法是，双手手心朝上，放在大腿上，然后再将手移到腹部，保持胸口打开，注意不要驼背。接着慢慢从鼻子呼气，同时把腹部慢慢收进去。吐气结束后，再慢慢从鼻子吸气，恢复刚才骨盆立正的坐姿。重复这个动作3次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刚才躺着做的呼吸训练
改成骨盆立正坐姿状态下完成。通过持续做这个坐姿训练，你会逐渐掌握骨盆立正坐姿的习惯，变得能够一直以漂亮的姿势坐着。而且，当你骨盆立正的坐着，胸口会自然打开，肩胛骨也能回到正确位置，避免驼背。也就是说，光靠调整骨盆，就能让下半身、上半身的姿势都跟着变好。除此之外，胸口打开还可以缓解肩膀僵硬，臀部坐稳在椅子上，身体自然被拉直，连身高看起来都会更高一些。姿势变好后，像让心情积极的睾酮、让人放松的血清素这些激素分泌也会增加，连心情都会跟着调整好。而且这种骨盆立正坐姿下的呼吸训练，还能有效锻炼骨盆底肌群，从而预防老年尿失禁等各种老人的症状。所以，请你一定要多次回看，多次练习，反复习惯成自然。然后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个能让你一直用自己的双腿走路到老的最强美姿训练，就是大幅缓解膝盖疼痛的起身训练。当你已经能保持坐姿美姿后，接下来就是进阶版。虽然靠坐着的呼吸训练几乎已经能让身体恢复健康，但如果想在站立状态下也维持好姿势，还需要掌握一点诀窍。我们先回顾一下刚才坐下训练里，先让骨盆立正，再坐下，这顺序很重要。同样，站起来的动作也是有顺序的。首先要确认什么是标准的良好站姿。医学上规定，耳朵、肩膀、大腿骨、脚踝处于同一条直线上，就是标准姿势。这种一直线的站姿，不仅能让头部稳定地放在躯干上，还能用最小的力气支撑头部，肩颈痛也会显著改善。而且胸口打开，呼吸自然变深，骨盆自然正立。另一个重点是双膝要正对前方，当站姿正确时，膝盖自然朝前，这样 O 型腿、X 型腿也会慢慢改善。对很多因肩膀僵硬、腰痛困扰的人来说，这同样是非常重要的。要做到标准站姿，最推荐的方法就是从骨盆立正的坐姿状态起身。具体步骤：先坐在椅子上，保持骨盆立正，双手手心朝上放在大腿上，双脚与骨盆同宽，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驼背。如果有驼背，双手放在胸口上方，慢慢打开胸口，然后把小腿往后收，脚掌贴稳地面，上半身稍微前倾，用脚掌轻轻发力，顺势站起来。听着可能有点抽象，实际试一下你会发现，居然能轻松的、不费力的站起来，就像摆脱了重力，仿佛站在月球上一样，毫不费劲。其实正确的起身方法，就是应该能不用什么力气就站起来。很多人年过50，肌力开始衰退，变得非得扶着椅子才能站起来。而如果长期用手辅助，站起来的姿势会变得东倒西歪，站好后的姿态也不好。而且老是靠手站起来，腿部肌肉反而越来越不常用，最后连站立都变得困难。如果总是依赖手部的力量来起身，久而久之，身体会慢慢衰弱，最后滑向长期卧床的恶性循环。所以无论到了多少岁，能够不用手靠自己站起来，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。那么，为什么能够不用发力轻松站起来呢？其实秘诀就在于轻轻把双脚往后撤这个动作。当你把脚往后轻轻一收，脚踝、耳朵、大腿骨以及肩膀这4个关键部位就会处于一条笔直的直线上。而正是靠着这4点对齐的姿势，我们才能用最小限度的力量，顺利站到标准的良好姿态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站起来时把脚往后撤，会不稳，好像要倒下去一样。但从人体结构来看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。把脚往后撤，脚掌稳稳踩在地面上的状态，反而是最稳定的。相反，如果站起来的时候脚还放在前方，重心无法好好落在脚上，结果膝盖会承受多余负担，容易导致膝盖损伤。所以，
这种站立方式不仅能维持良好姿势，也是避免膝盖疼痛、预防伤病的重要动作，非常值得你牢牢记住。相反，如果总是用错误的方法站起、坐下，身体就会越来越歪，姿势变形，反而加速衰老，适得其反。因此，请务必把这套正确的站立方法学会、记牢。最好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，多次反复观看，让身体自然记住正确的动作方式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